他天生就有2个胃，一次能吃100个肉夹馍，吃自助餐盘子都能堆到天花板。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课，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。接着来到路边摊，又吃掉了10份烤冷面，这属于他的餐后甜点。这样下来，一顿午餐就算吃完了。来到公司直接冲进了厕所，还说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别人臭。每天都是上班、餐馆、厕所3点一线。下班后他来到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垫垫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夹上3块，再放上1勺芥末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进肚子了。现在感觉有6分饱了。回家又做了1份辣酱拌饭，还加了1管芥末，说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辣。之所以这么能吃呢，是因为自己天生有2个胃。工作人员肯定不信啊，带他来到医院，医生也不信，从来没听说过有2个胃的人。接着给他做了胃镜检查，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2个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观察他的消化过程。当他吃下东西，胃部很快凸出来一大块。医生说其实他没有2个胃，只是他长期暴饮暴食，胃被撑大了1倍而已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控制饮食，小哥也表示会慢慢改变饮食习惯。之后他还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给大家传递健康的饮食理念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小哥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，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，上面长满了毛发，又粗又硬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非常扎手。小哥说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黑点，慢慢的就长成了一大片，甚至腿上也长了大大小小的黑痣，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，围观群众都看懵了。但小哥很大方，还主动让人摸摸看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小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不会刻意把黑痣隐藏起来，别人的指指点点小哥并不在意。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，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的嘲笑，都说他是怪胎，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，这让他很自卑。老师一直鼓励他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让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从那之后，他会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妈妈说之前家里穷啊，没钱给儿子看病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不过呢，节目组就是大气，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因为黑痣一直在生长，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。接着一番全面检查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。听到这话，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。我觉得小哥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家人更神奇，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按在凳子上，他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他却能转360度，还说一点都不疼。圆规画圆都不用倒手，一气呵成，洗碗也变得很方便，还上过节目，主持人都看懵了。然而他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医生说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要大，骨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这种技能好像还遗传，他女儿也能360度转动啊！不仅如此，他弟弟也有过人之处，弟弟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舌头轻轻松松可以舔到鼻子，如果借助外力的话，甚至能够碰到眼睛。和朋友一对比，比朋友的舌头长2倍，吃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干净，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舌头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一方面是有遗传原因，另一方面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。经过测量，足足有10厘米，好像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，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家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，他就会打嗝。看到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节目组觉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认，还说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等容易打嗝的东西。问题是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她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啊，这个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，按摩过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这让大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问题不大，以后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慢慢就会变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打嗝更严重，他一天24小时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，头发都掉光了，他得了高血压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头后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柠檬，都无济于事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，
甚至患上了抑郁症。打嗝就从那时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中枢神经，进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才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肿瘤之类的，但应该是良性的，有一种药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长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大叔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解决了大叔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乐，一口气就能干1瓶，家里摆满了各种可乐。然而喝可乐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治疗打嗝。大叔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嗝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必须要喝可乐打嗝才会停止，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重新打嗝，他必须不停地喝可乐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，暴瘦了几10斤。大叔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，一番测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大叔决定大叔干活时打嗝又开始了，身边没有可乐，只能把玉米杆捅进喉咙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晚上睡觉，大叔也要准备一个痒痒挠，打嗝的时候就要把它塞进嘴里，效果不明显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觉。来医院做了各项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这时大叔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8年前，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。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到凌晨3点50分，手机都会准时响起，而且手机会自己接听电话。电话那头一个女生一直重复说着我爱你。更奇怪的是，没有任何通话记录。刚开始呢，以为是手机有毛病，维修人员看了半天，却说一切正常，这很不科学。而且手机号是自己新办理的，除了家人，没人知道。他们还说之前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他带走。下面小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。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这让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说之前一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。听完这句话，小哥当场就快吓尿了。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2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？没办法，节目组找来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问题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响了起来。这就很奇怪了。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傻子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细微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而且发现天桥上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专业仪器测量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也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，解决了小哥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的车又遇到了新问题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就会离奇失灵，触屏一点反应没有，但是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。而且在对向车道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个高速，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持续了好几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据他了解，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？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测试，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一切正常。专家猜测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，随后用设备检查附近的无线电信号，没有任何发现，接着检查了导航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经过了解，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。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的方向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没想到直行后导航正常了。这时专家看到远处的指示牌，瞬间恍然大悟，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。系统更新完再次经过收费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，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，导致导航无法识别，崩溃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